Hello，欢迎回到 V 总的频道。那么今天这一期呢，带大家来看一款最近的新品啊，也是我个人呢这段时间在手边把玩比较多的一款玩具了。那它就是眼前的这个变形金刚电影工作室系列 SS112号变形金刚起源的擎天柱 Optimus Prime。那么我们还是先从它的一个载具现在开始看起啊。那这款擎天柱的载具呢，整体跟预告片中呈现出来的样子的一个还原度，我觉得还是比较的不错啊。依然是这种类似于旧案风格的一个红蓝卡车头的形象，只不过呢，这一次它车前脸前挡风玻璃这一块不同于以往擎天柱两片玻璃的一个样子，这一次呢，它采取的是类似于奥利安派克斯的这种一整片蓝色的玻璃，我觉得还是比较的不错的，而且透过这个玻璃啊，还能看到里面领导模块的一个刻画。然后翻到它的一个车身侧面，整体的一个车身的轮廓可以说是中规中矩啊，只不过这边呢手臂是完全没有经过变形，给它搭载在车身的侧面。当然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没什么不好的，只不过从上往下看，这两个动手呢就显得非常的显眼了。我也觉得这算是一整个载具形态下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难以忽略的缺点了。然后它的武器呢，可以通过这边两个卡扣固定在它的一个车身的尾部。那这种武器收纳方式对我个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然后车尾部分有一点点的空洞，当然我觉得作为一个低级别的产品，这种空洞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然后翻到它的车底盘呢，空洞也是不少啊，而且这边依然是两腿中间有不少的一个能看到对面的这种空洞的设计。它的轮子采取的是4个非常小的轮子啊，但是都是铆钉轮。从人变到车之后呢，它的这个4轮的接地需要稍微经过一点点耐心的调整，不然的话没法达到这种非常完美的接地。那当然它的这个推车的滚动性，我觉得还算是比较的不错的啊，当然不像那种大铆钉轮非常顺滑的体验，整体来说比卡扣轮还是要好上不少的。那么这款擎天柱的载具形态总的来说呢，其实我觉得是中规中矩的一个表现。那最大的问题就是这边手臂部分的一个收纳问题啊，给它的整个美型度造成了可以说是不算小的一个影响。但是整体载具的这种一体性啊，包括说它的一个推车的体验，再加上作为一款D级的玩具，而且是赛星风格的一个载具，它的一些轮廓的刻画和倒角的处理，在我个人看来都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水准。所以说这一款的载具呢，我觉得表现还算是比较可以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款擎天柱从它的一个载具形态变到人形态的一整个变形过程。首先第一步呢，我们需要把它的这个武器给它全部取下来，然后放到一边去。首先是斧头，然后是它车前部的这个我也不知道算是炮吧，一种很奇怪的配件啊，这也是整个玩具呢我认为最莫名其妙的一个配件了。取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它的一个主体的变形了。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把它的一整个车顶棚的部分给它掀起来，往后翻折，然后呢翻到它的一个底盘，把手臂跟大腿部分的一个卡扣给它松开，这里也是同样的。松开之后呢，我们把它的肩膀跟车头部分的一个卡扣依然也是给它松开，一个镜像的变形，把另一边也给它松开。然后就是变形它的一整个手臂部分这一块的变形设计，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巧妙啊。首先呢，我们把它的整个这一块往上旋转，然后再往侧边旋转胳膊，最后再通过这一块给它把它的一个大臂部分扣进去，那它的一个手臂就很巧妙的变形完成了。这里也是同样非常简单而且有意思的一个步骤，给它翻折过来往前，然后再把它的这个肩膀部分呢往后给它扣进去到这边给它扣好，然后它的另一边手臂也就变形完成了。然后呢，我们抓住它的整个上半身给它往前提起来，之后我们先把它的一个腿部给它往下放过来，然后膝盖部分打直，两条腿分开之后呢，把它的外侧这一块盖板给它往内侧旋转，把它的这个脚趾从里面伸出来，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一个镜像的变形，盖板给它旋转过来，然后把脚趾伸过来，最后再把它的这个裙甲部分往下给它放过来，那它的一个下半身也很简单的变形完成了。接下来就是它的一个胸部的变形，给它这边往上折过来之后呢，腰转部分旋转180度到这里的一个形象，然后把它这一块车头部分的一个盖板给它往里头扣好之后呢，我们把它整个胸口的形象这边凸跟凹的一个结合也要给它对好之后往下给它扣过来，扣紧之后呢，我们把它的这个头部往外给它稍微用点力给它往外给它扒出来，
扒出来之后给它打直，然后旋转180度朝前。最后呢，就是把它的这一个后背部分的盖板旋转180度往后扣到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就是它的一个肩膀部分的烟囱啊，也是依然一样的旋转180度给它朝前。这边其实刚买到的时候是一个配件，是要自己给它搭载上去的，只不过呢搭载上去之后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转轴来进行把玩了。到这里呢，这款擎天柱的变形也就变形完成了。那么这一款擎天柱的一个人形态呢，我觉得整体的表现会比它的载具形态要好上非常的多。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一个整体的美型度啊，虽然说我们刚看到这款玩具的官图，包括说它在电影中所展现出来的一个样子，会感觉是一个上半身非常的宽，然后腿部呢又很短的一个形象。那当然拿到这款玩具的实物之后，我会感觉它的一个身材比例竟然还非常的不错，它两条腿其实并不算短，这么看上来还是挺长的。然后很宽的这个胸部呢，在玩具的这里我感觉是可能会稍微有缩短了一点点，反正整体的一个身材的比例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看。然后来看它的一个头雕的表现啊，那这次呢是用的一个口罩的一个面部的设计，然后它的眼睛部分是蓝色的一个零件，或者说蓝色的一个漆面，它并没有给我们任何的一个透光的玩法在这里了。不过这样也好啊，毕竟透光的玩法呢，如果没有光源的情况下，两个眼睛还是会比较的黑的。那这种没有透光的话，两个眼睛就会一直是这一个颜色了。然后它的一个背包的处理，我觉得算是中规中矩啊，是把它的一个车顶棚呢给它盖在这，也没有明确的一个卡扣，平常把玩的时候是比较容易松脱的。那这款玩具让我最喜欢的就是它可动方面的一个表现，首先是它的一个肩膀部分。这次呢，做出来是一个蝴蝶肩的一个肩膀设计。那虽然说它的平举角度只能到90度，但是当它的两个肩膀能往上耸起来的时候，它摆出一些比较有张力的 pose 的时候，会非常的好看。甚至说它的肩膀也做出了一个往前引出的一个关节啊。那这种肩膀往前的一个关节，在我们官方D级别的玩具里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那这一点也是挺让我惊喜的，虽然说这个关节的幅度并不是很大，那我估计呢也是为了我们这个擎天柱两只手来握持这个领导模块做出的一个帮助啊。然后呢，它的一个胸口部分的开合是能往上打开，然后这个领导模块呢是能取出来的。领导模块边缘部分的两个插孔呢是对应的手部有两个相应的凹槽，来可以帮助它进行领导模块的双手的一个握持啊。那当然这边就不给大家演示了。然后呢，它的一个腰转部分也是有的。只不过很奇怪啊，它的这个腰转是在胸口下面一点点的地方啊，会让我感觉这种旋转吧比较的不太自然啊。然后就到了我们整个人形态我第二讨厌的一个东西了，就是它的这个裙甲。这个裙甲我们看把它拉上去之后，它内部的一个形象跟它裙甲的样子其实差不多啊。那总的来说，它这个裙甲其实就是为了加上这两块多出来的一个形象，来掩盖住它这边大腿根部的一个关节。当然，这个裙甲呢刚到手的时候，这边的两个卡扣现在又开始往外松起来了。这两个卡扣并不是很紧，而且说我们平常把玩的时候，如果说你拽住裙甲往下稍微用点力，它会卡在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你这样卡多了之后，这两个卡扣会越来越松，到最后这个裙甲会自己崩开啊。所以说是非常神奇的一个设计啊。那当然它对你这个玩具的一整个可动的表现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限制。它的大腿前踢呢能到差不多90度多一点点，然后往后踹呢能到90度不到一点点，当然也不是裙甲限制的。侧抬90度不到一点点，外摆内收。首先大腿根部的球关呢是有一定的这个活动幅度的，然后它在膝盖上面一点点也做出来了一个转轴，膝盖部分的这个弯折能到90度，差不多90度的一个形象。所以说它的这个裙甲对于你摆姿或者说你任何大腿的一个可动没有什么非常大的影响，它只是单纯的一个造型件。但是呢，这个造型件的这两边的卡扣设计有点让我比较不喜欢，所以说也算是这款玩具我个人第二不喜欢的一个点了。然后它的脚踝部分的可动呢是非常大的啊，它的一个脚踝的侧向接地能到90度崴脚的一个形象，所以说这款擎天柱一整个的站立表现是非常非常的稳当的。然后剩下的一些可动表现呢，就是它的这边肩膀部分啊，它的外摆内收呢也是有的，手臂手肘部分
能折到90度的一个形象，然后手腕左右的转动也是有的，头部的可动非常的不错。首先它左右的平转是可以的，然后它因为变形的缘故呢，有一个非常夸张的上抬的幅度，也能做出这种擎天柱往前飞行的一个动作，非常的有意思。那这种夸张的一个上抬角度，会让它在做出这种向前冲刺的这种姿势的时候呢，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美型度的。然后我们就来看它配件方面的一个表现。首先第一个是它的这一把斧子呢，它是通过这边有一个插梢对应它的这个动手给它按进去就可以了，实现人形态的一个搭载。整个蓝色透明件的斧子在我个人看来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只不过很可惜啊，这款擎天柱并没有给我们这个大枪的一个武器的，只有一把斧子，总感觉是差一点意思。然后就是这一款玩具，我个人第一也就是最不喜欢的一个配件，就是这个莫名其妙的这2把炮啊。那它在载具形态下呢是搭载在车头，当然在人形态下，我发现了它说明书上就给出了唯一的一个搭载方式，就通过这边背包后面的2个卡扣，我们给它卡到里面去，然后把背包折下来，就是一个收纳。那它在人形态下不作为任何的武器或者配件来使用，只是单纯在载具形态下的一个配件，人形态下变形实现了一个插拔的收纳。我认为是非常多余的一个配件。首先，它把它挂载在这里，两边插口的一个紧实程度非常的差。虽然说我们这样平常动的时候不会有问题啊，但是你一旦给它挂下来，你平常把玩它的时候，你的手是很容易碰到这2根炮的。然后你碰着，包括说你转腰啊，或者说你往后踹这个腿的时候，这个炮就会越来越松，然后它就咵就掉下来了。然后呢，既然它对它的人形态没有任何的一个帮助，甚至反而还限制了它的一个把玩体验，在载具形态下呢，又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这个车前的2把炮，那我个人就非常的不喜欢这个零件，我认为它是非常多余的，所以我平时就把它扔到一边去，既不把它搭载到它的一个身上呢，也不把它搭载到人形的后背上，就相当于说这款玩具只给了我一个斧头的配件了。那么总的来说呢，这一款 SS112号的擎天柱，我认为它肯定并不是一款完美的玩具。那它的一个优点跟缺点都是非常的鲜明的。首先它的缺点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多余的零件，然后在载具形态下的一个收纳问题呢，也多少影响到了它整个载具的一个美型度了。然后它的一个优点就是，我觉得首先它的一个把玩手感非常非常的舒适，它所有关节的一个松紧度，它的一个阻尼感都调教的非常的到位。然后就是它的一个变形的步骤，它整体的一个变形当然是并不是非常的复杂，可以说是很简单的一个变形设计。但是它各种零件卡扣的一些推移，包括说卡扣的扣合和解锁，都是让人感到很轻松很愉悦的一个变形体验的。而且呢，它在人形态下的一个可动表现，我觉得也是超出了一般的一个官方低级别的产品，再加上人形态的一个美型度，我认为是绝对到位的。所以说这一款玩具我真的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还是非常的喜欢的。那这就是这一期要跟大家分享的变形金刚 SS112号变形金刚起源的擎天柱 Optimus Prime。